天天向上提醒您本期看点：2020天天向上首次云开工，天天兄弟自带装备云相聚。天鹤，你的话筒是什么样的？我的话筒是这个，每天要用到的体温计。大张伟那个是特别的专业。对，因为我没事直会儿播啊。王总，这个您的话筒。我就是一个专门的话筒。哇啊，你看看，逆行者们奔赴一线，全国人民应和应援。一日三餐，车接车送。我现在在武汉，我为武汉医护工作者上下班应援。每天大概要配送多少份盒饭？400到600左右。想着花样去给他们弄好吃的，他们要吃饱吃好，才有精神去救人。人肉快递物资输送，人肉从国外背回40箱口罩。当时这个正式的这种物流的系统呢，可能效率比较低，那不如我们直接把它打包，然后到机场去找飞回国内的那些航班的志愿者。总之，把当时能够运回去都运回去了。当时联系到了武汉的医院，他们说他们想吃个热乎的饭，我就召集了商家，然后就准备了10万份的那个鸡肉米饭，包括那个面。年前的时候，我知道武汉有这个疫情，我自己是个菜农。自己本来就有菜，对你只要找我，我就会让你有菜吃。现在香蕉累计22吨，22吨香蕉，22吨。对，你好，你好，二哥。本来中国和日本是邻居的关系嘛，互相帮助，互相帮忙。对。连线雷神山火神山建设团队副总指挥。我现在站在雷神山医院的现场跟大家连线，这是必须胜利的一场战争。我们自能胜利，不能失败。网友们给工地上的很多设备都取了名字，您都知道吗？我不知道这个一博兄弟看到这个蓝王机以后有什么感想？一博，你看到一博现在不是蓝忘机，一博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呆若木鸡。一博这个状态应该是卡机。我当时为什么不把那个挖掘机再很努力练习一下？没准能去帮个忙。蓝忘机亲自去开蓝忘机。今晚天天向上，带你走进最美应援者。宅在家看天天向上的你，也是一种应援。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分散在五湖四海，但是依然是云端在线的所有的天天兄弟闪亮登场！耶！哎呦嚯！我准备了这么多牌子，我看看分别大家都在哪儿。这个大张伟还是在老地方？老地方对，都在家里头嘛，都在家里啊。家里蹲嘛。这个妆是谁画的呀？这个？我的经纪人画的呀。是。现在我的妆基本上属于是这种毛坯房，往上搁点刷点腻子就完了啊。你的腻子，你脖子上，你跟你经纪人说一下，你脖子上也涂一点儿，这分色啊，分的。2节。腻子也紧缺，只够涂脸的啊。哦。哎，很多天鹤现在越来越像甄子丹了，你看他像不像那种武打明星？今天天鹤的那个鼻侧影打得多吗？让我们看看。我没有鼻侧影，天生就是了不起啊！峰哥，我发现你剪胡子了。对。哇！今天天天向上录制嘛，然后我还做了发型，做了小发型，把胡子都剃得特别干净。哦，真粉嫩哇！剥了壳的鸡蛋似的啊！峰哥，你这是在哪里？在自己家还是在爸爸妈妈家？我在自己家里呢。爸妈家的装修风格不这样啊？爸妈家装修风格不是罗马柱嘛？对，100平米的房子，400多根罗马柱。那得侧着进去啊，都侧着。对。一样。河南小汪，你怎么像一个财务总监一样？你坐在哪儿？这是？啊，我今天是来公司，但比较正式一点，然后，对。哎呀，妆发都有。这样显得我们特别不正式，对不对？不是，一博这个样子坐在我们的前面，我们特别想把自己的简历递给你啊。爆炸是吧？像面试的是吧？对，像公司的那种面试官，霸道总裁。
哎，韩哥，您那个气色很好啊！我这光吧，这专业的光，专业的光。专业的光环绕着我啊，额头上那个光特别亮啊，腻子涂的特别好啊，所以呢，还是要欢迎一下这个所有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些亲爱的观众朋友，还是一起来喊声我们的口号啊！欢迎大家收看由58同城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太齐了，我的延时，他没有延时啊，隔着屏啊。我们今天这个天天向上的兄弟们是第一次分散在各自不同的城市啊。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我们不聚集，以特别的方式来云录制我们这一期的天天向上，还有天天云时间。而且呢，今天也算是跟大家一起云办公啊，正式开工了。所以呢，大家还特别准备了不一样的装备，而且都还准备了话筒吧。我看了一下，大张伟那个是特别的。专业对，因为我没事直会儿播啊，但是我们兄弟每个人都有话筒，对，有吗？他们都家里边找了一圈啊，这是话筒啊，哎，就拿这个当话筒吧，好不好？拿这个小猫，对，天鹤，你的话筒是什么样的？我的话筒是这个，每天要用到的体温计，在家要实时监控自己的体温。啊，这个挺好。王总，那个您的话筒？我就是一个专门的话筒。哦，一个专门的话筒啊，你看看，对，因为公司里刚好有，然后就是拿有话筒啊，无线的麦，哇，这么大，太好了，太好了。其实都特别的想念大家，这是一句真心话啊。有一天晚上，我们大概凌晨大概2、3点钟，我们几个人还在聊天呢啊。对，我们在家现在进行这个云上班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认真的工作？我们随机抽查一下，你们有没有熟读自己的台本？随机抽查一下啊。一博，你平常你抽查？对，你负责的广告口播你都熟悉吗？感谢孙明章58同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哎呀，稳了。58同城现已为全国求职者开通视频面试功能，找工作就上58同城，在家就能面试。哇，棒的！哎，峰哥，你觉得我们今天录制节目的主题是什么？你知道吗？主题是8方应援。哦，赫赫还有那个大张伟，你们知道我们都邀请了哪些嘉宾？我们今天邀请了3组嘉宾，3组嘉宾，对，有艺人嘉宾，然后呢，还有那个站在一线的嘉宾，还有一位是在那个户外的嘉宾，哇，了不起了啊！对。好，那3组嘉宾他们的外婆分别是姓赵、姓李、姓曹还是姓张？这不是临时接待的问题吗？我们选择躺平。都是说选那个。哎，现在是云办公里面好像出现了啊，老板一翻工作全是我为什么要这是卡屏？就卡屏了吧？就卡屏了啊！现在呢，其实我们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啊，现在是一场全民动员的战役。除了每一位在前线与病毒这个厮杀的这样的英雄，还有非常多的普通的民众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和力量。就是我们圈里好像就有很多，你比如说像韩红老师啊，韩红老师真的好辛苦啊！真的太了不起了，好像去了武汉。之前那个我们都看了一个视频，是韩红老师躺在病床上，对不对？对。然后现在已经恢复了。因为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大量的是在海外采购，而海外跟我们是有时差的，所以他要及时跟他们沟通的话，他几乎一天都没有什么太多的休息时间。对，是的。所以真的是非常辛苦。这次呢，就有很多艺人朋友的粉丝后援团呢，就捐赠了各种物资到武汉，到各家医院啊。你看，这是王总的王一博本人通过王总的粉丝，他粉丝已经捐款超过200万，还有一些钱呐、一些物啊，包括我们天天兄弟、新老兄弟、浩二啊、欧弟啊，他们远儿浩明啊，我们大家都一块儿在这里做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在这次战役过程当中呢，应援成为了一种全民的行动，有人称为是最美的逆行者医生、医护人员来对他们进行应援，有人自发的就是把老百姓的这种生活物资也给他们进行应援。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些优秀的应援团队的这些代表来参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云录制。我们首先来听听他们的故事。首先我们有请的是医护应援团。2020武汉吹响集结号，全国上万名白衣战士支援武汉。随着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4大天团会师武汉，援鄂白衣战士打响史无前例的武汉保卫战。
他们挺身而出，日夜奋战，却自顾不暇。他们牵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武汉是能够过关，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各地各行的人都希望用自己的一份力量，为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和病患们送去一份温暖。自己送了大概3万只口罩。医患有的马上支援哦。会害怕吗？不怕。其中有送物资的他和他，有包接送的他。从早上6点多到晚上12点，是因为这些医护人员给我无穷无尽的力量。还有管温饱的他。首先我们要有请的就是医护应援团当中我们的2位老朋友，人肉从国外背回40箱口罩，40箱口罩啊！人肉搬运机，海泉胡海泉老师以及热衷公益的超人气电商主播维亚，欢迎！欢迎！哎呦，海泉你好 ，Hello， 怎么样？还好吗？最近还好吗？还好啊，不过现在我是在酒店里隔离呢。哦，在酒店里面隔离呢。维亚现在怎么样？嗨，海泉哥，大家好，又见面了。对，又见面了。我在家里，还在家里。哎，你好，维亚。对，我问一下，这个前段时间啊，网络上面都可以看到海泉自己的一些照片啊，就在那个机场，你给我们说说吧，虽然微博里面讲了一些。对，因为当时呢是我在新加坡的时候，这边呢有朋友有机会能够买到那个很多口罩，但是当时这个正式的那种物流的系统呢，可能效率比较低，我们就说那不如我们直接把它打包，然后到机场，在那个办票处那儿去找飞回国内的那些航班的志愿者，大家愿意做呢就把它运回去。所以每天晚上我们大约连续去了几天晚上吧，每天晚上在柜台那儿找志愿者，然后求人帮忙，几天晚上都蹲在那儿，只要有回中国的朋友。对，直到最后一天晚上，其实还有一些箱子没运出去的时候，那个航班已经都停航了。对，我记得我在那个机场蹲守到凌晨1点钟，实在没有那个游客了，这个乘客，所以后来还是想了其他的办法运回去的。对，总之把当时能够运回去都运回去了。40箱货呀，最后是怎么集中的？因为他们都是，那你得建个群啊，哥们儿。对，是我们那个每天晚上每游说成功一个志愿者的话，我就把他拉到一个群里去。对，然后呢，那个群里面就是这一天晚上所有的志愿者的一个工作群。第二天呢，他们回国内之后，然后通过那个群呢，我跟北京或者上海各地的这些我们的工作人员伙伴们这个联络接货的问题。我记得在柜台那儿8、9成的只要拿中国护照的朋友，几乎都会同意帮忙做志愿者。当然，海泉老师。真是不容易。我看这个老韩的朋友圈也在说，就是在过年期间，前段时间不是有出去旅游的吗？一听到国内有这样的消息，完全取消掉旅游所有的旅游线路，只做一件事情，对，就2字儿：采购。所以这一次这个重大疫情面前啊，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包括海外的华人华侨，这次做了巨大的贡献。因为我们知道您的父亲本身就是一诗人、文学家啊，好像这次也写了相应的这种有感而发的作品。对，我们家老爷子70多岁了嘛，然后他写了一些不同的作品。前2天，我们那个老家就是沈阳的那个宣传部还邀请我和我们沈阳籍的歌手、辽宁籍的歌手，像于文文啊，包括高苏龙，我们几个合唱一首歌。然后那首歌也是我父亲参与创作歌词的，所以也是就大家都能够想办法尽一份力嘛。天鹤，你们把老爷子作词的那个内容，你们给朗诵一下，声情并茂。一博，咱们一起来。对，一博啊，出征啊！军委一声号令，疫情点燃了激情。在万家团圆之时，勇士豪迈出征。哪儿疫情最重，就向哪儿逆行。每个医疗队员的心中都装着疫区的百姓。这就是非常直接的把内心的那种激动的这种心情，直接就变成文字。对，然后让人感觉特别的有激情，感同身受，特别有凝聚力啊！文字的力量，文字的力量。
嗨圈，就是咱爸咱妈他们防护意识怎么样？因为现在老人家，我说句实话。你现在要动员他们出门，哪怕是就是遛个小弯，戴个口罩或者怎么样，老人家觉得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都七老八十了，我就不在乎这个，没事儿。老爷子他们怎么样？还是很重视，非常重视。尤其我爸爸属于那种很在乎的、严控的那种。春节的时候聚会的时候，是他主动这个把老家的那些聚会、亲友聚会都取消了，说就不要来了，你半年内不要来了，那打个电话就好了，千万不要来。对，他现在要出门遛个弯也会穿的跟那个宇航员一样嘛。反正防护做得很好。对，深圳出现了这样的一位乘客啊。前2天不是说世界上唯一的一天扫帚可以立起来的那一天，大家都在立扫帚。我朋友圈里跟个卖扫帚一样。我丈母娘11点钟看到了那条东西，连忙跑到楼下，把家里的扫把立起来。我说妈，你在这干嘛呢？唯一的一天可以把那个扫立起来。我说妈，明天还是可以立起来。你明天要是跟我立起来了，我不吃饭。结果第2天早上5、6点钟，老太太自己爬起来一立，又立起来了。那个都是骗人的，全都是骗人的。特别看。我想问一下维亚，就是孩子在家里待了那么多天，他会不会闹啊？要出去啊？这方面还可以，他不是很闹，因为他们学校还有班级群，老师也会开发一些工作、一些作业啊，倡导他们要在家干嘛。我家儿子这2天已经是趴着窗户看外面的小鸟，每天都说：“爸爸，我什么时候可以变成一只小鸟？它不怕病毒，它还可以飞嘞。”好可爱的小妹妹，想象力。有没有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小孩，你们这样长期关着我是不好的事情。好的。如果不让我出去玩，是很不好的事情。但是有病毒啊。我看不见，我不想去跟病毒一起玩。太可爱了，看小朋友看过那个童言无忌，这是一种独特的视角。我们知道这次维亚好像也为好多这个医护人员也做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应援啊，3万只口罩，1万多份这个消毒液，然后3台移动的雾化消毒机，然后有很多的食品啊。你怎么会想着捐助这个吃的食品？当时联系到了武汉的医院，然后跟医生聊，他们说他们想吃个热乎的饭。哎呀，就那刹那我有点小感动，因为你知道吗？他们不能吃那种汤水的东西，他们告诉我。因为他们穿那个衣服很怕上厕所，对。但是老是嚼那个面包，他们真的觉得很难熬。后来年29那天，我就召集了商家，然后就准备了10万份的那个7个米饭，包括那个面，然后在当天就筹集到了，然后大年30就给他们去准备送过去。对，温国有句老话叫做“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其实好像捐赠物资比捐赠钱要更困难，这个我们天天兄弟我们几个人是经历过的。是，他们都告诉我们都是变成那个物资啊。我们要找到1万个口罩、5000套防护服，简直跟疯了一样，很不容易啊。最开始我跟你想的一样，我觉得我们就干这个的，筹集这个物资应该非常简单。对。但在运输过程中，就比你想象中复杂很多。我们那个司机花了6小时把那个东西装上车。就从大年30凌晨到早上，然后开车的2小时到武汉，结果正好赶上了那个武汉那天限行，就车已经不让进了，私家车，然后一直等到早上6点多钟，我们找到了医院，然后开了那个放绳桥，然后司机才把那个车开到武汉。大家可能觉得，捐赠物资啊，包括筹集物资啊，很多我们可能看不到人，比如说那个司机，他今年的大年30是在路上过的，据我了解，只出现了2个小时。他说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不送，如果我再不送，那怎么办？对。维亚，现在就是你的直播间应该还有很多湖北的在跟你们聊吧？直播间里有分2批，第一批是湖北的粉丝，他们反而告诉我说，维亚你们不用担心，我们很好，我们自我保护很强，不用担心。然后另外的一些其他地方的都说，维亚我能做点什么？瞬间你觉得很温暖。但有一个评论我看到有点感动，当时没忍住。就我们之前年前有卖的那种火锅，就火锅底料，然后我们有个粉丝去买那个火锅，他是湖北当地的，在那个买家评论里面留了一条言，他说当时我是年货节想存这个火锅底料，在过年和爸妈一起去吃，但是现在我们家里人无法团圆了，永远也不会在一起了。他讲那句话其实轻描淡写，但在那一刹那，我就瞬间觉得，就是我们要珍惜身边的人。
我们要勇敢去表达爱，不要吝啬表达爱。心要让他们听见，爱要让他们看见，爱真的要及时的表达出来。前段时间湖南卫视不是做了一个元宵一家亲的特别节目，没有一个观众，整个演播厅的人已经少到不能再少了。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平常做节目，一个节目表演得好，我们能够听到掌声，但是在那一天，包括今天，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相信，掌声就在不远处。我们在说武汉加油的时候，屏幕那一端一定有人在说，而且是千千万万的人在说。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谢谢海泉，谢谢维亚，谢谢你们2位，谢谢，谢谢，保重身体啊，保重身体，好，谢谢。现在其实很多行业都已经开始复工了，我们的冠名商58同城呢一直在履行着国民招聘大平台该有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责任。在疫情期间呢，也为全国的大中小企业呢提供了很多免费的招聘服务。你看今天我们王总啊，那里就等着收招聘，收这个简历啊，对。而且上次有一个天天云时间的那个题目啊，说那个返工了以后，那个招聘的平均工资是多少？月工资对，然后有5000多的，有7000多的，有9000多的，然后是那个9000多的，真的，而且每年都在涨，真的，对，会涨，一直在涨。对，所以呢，他们也是现在针对很多这个防御物资不足的问题呢，紧急启动了企业的急聘的专场，针对面试难的问题呢，推出了这种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视频的面试的服务，进行云面试啊。同时呢，运用灵活的用工专场的招聘会，在各个企业间呢，形成了员工的有效的共享。可以说，那个58同城的这些举动呢，不仅是替企业解了这个燃眉之急，而且呢，也让求职者多了一份人生的安全。希望疫情之后呢，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这是我们现在所有人最大的一个祝福啊，然后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安全的复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连线一位天天跟我们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打交道，为他们保驾护航。我们有请陈东，有请。来了，陈东你好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湖北人，我叫陈东，我现在在武汉。我是名创业者，我为武汉医护工作者上下班应援。这是武汉啊？对。您怎么会在车里面来给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直播？我刚才接送了一个医务工作者回家。哦，你怎么会想到为这个医护工作者的上下班来做这样的一个应援呢？因为那个医护工作者，那个1月23号之后，武汉不是封城了嘛？封城之后，公共交通都停止了，没有地铁啊、公交车呀。私家车也不仅在路上行走嘛，然后他们每天必须要上下班，对，有的距离就比较远嘛，然后我就申请志愿者，就是应援他们这样子。你们聊天一般会聊什么内容啊？对，会聊到他们的工作啊，他们的生活啊，还有一些他们的心理压力。然后我知道有个护士嘛，他父母身体不太好，他一个人住，因为大部分的医护人员跟家人都是隔离的嘛。对，他上班时间他没有时间去买菜，然后他又担心自己的父母，所以呢，我就除了接送他上下班之外，还给他买生活一些用品，然后他就特别的感激我，也特别依赖我，所以有时候上下班的时候就跟他聊天嘛，就跟他多传递一些正能量，然后他都会开心好多。然后有时候他们开玩笑跟我说，他说我们在医院里，我是病人的医生，然后我在回家的路上，然后你呢现在是我们的精神医生，这样子的，就是能够给他传一些正能量。对，一个棒棒哒哇！陈东现在和您一起做这样一个事情的大概有多少人？很多。因为而且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在我的几个群里面大概有400-500人吧，400-500人。医务工作者他们上下班的话，除了班车是比较早的，然后因为上班都不稳定嘛，他也临时加班啊，所以说他们的用车基本上靠我们这些志愿者。我觉得就是医务工作者是生命的摆渡人，把一些危重病人从非常危险的境地，把他们摆渡到健康的这边。然后你们是医务工作者的摆渡人，把他们从这个一线前线摆渡回他们自己那个小小的宁静的这样的一个港湾，甚至还是他们心情的摆渡人，因为他们这个我们真的可以理解啊，他们每天面对那样的环境，就我不知道我们去面对那样的环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有可能心里早就崩溃了。
但是医务工作者他们还得硬顶着，有可能在这一路上，你们跟他们讲一讲一些小段子呀，聊聊天啊，说说家乡话，会缓解很多呀，对不对，陈东？对。那个韩哥，我前2天看本书，也是他们定义这个勇敢这个词儿。什么叫勇敢？就是怕但还去做，它才叫勇敢。对，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陈总，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加入医护专车的这个志愿者团队的半个多月时间，大概接送了多少医务人员？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就是每天至少30个乘客这样子，30个呀，30个订单，然后天哪，它时间有长有短。如果我今天接的订单比较短的，大部分就是短的话，我可以大概接到40个以上吧，这样。哇，40，至少30个。对。哇，您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没什么困难的，我只是就是那个上厕所有点麻烦这样子吧。对，然后您现在也穿着是防护服，是不是？对，穿着防护服这样子。所以上厕所早上穿上之后，基本上没办法上厕所的，因为涉及一个安全的问题，还有就是对，是穿一次之后就不能再脱掉再穿。对。那你每天吃饭吃1日3餐能准点吗？早上就吃点这样子，中午的话基本在车上吃，然后晚上那餐是吃的最好的。基本上都是在路上啊。但是我们的精神食粮，可能说是这一辈子都可以无穷无尽的，都是这样子。我每天都被感动，我10几年没有被感动的哭过吧。然后那天被感动的哭了，就是1个多小时。一个什么事儿？您跟我们说一下。当时我接了个护士嘛，当个护士，然后因为医院他会定期的自查，他工作了好像7天嘛，然后他又拍 CT 嘛，他自己的肺有问题，而并不是他感染的病毒，他有查出来有那个肺结核，他们护士长叫他回去休息，就是吃这个药嘛，他说你吃这个治疗肺结核的药的话有副作用，就是你的抵抗力啊，你免疫力会下降这样子，你不能在一线工作，你必须得回去休息。然后他当时就心情不好，并不是因为查出来自己得了肺结核心情不好，而是觉得不能跟自己的同事在一线帮助这些病人，所以我觉得这医生真的很伟大。瞬间我感觉一个白衣天使出现在我的面前，那种精神让我很感动。然后接着我有帮留学生撤侨嘛，他们回国，一个泰国留学生，他回国之后给我发了个微信，他说陈师傅，我谢谢你把我送到机场去。2020年，不管武汉的冬天变成什么样子，我一定会在武汉度过一个武汉的春天。我觉得好暖心，好暖心。我觉得一个素不相识的一个外国人，一个泰国人，见过说这样的话，我又被感动了一把。然后后来我又接了个订单，上车的是一个大肚子，一个孕妇，7个多月怀孕，7个多月。我说你这么大肚子，你怎么还跑医院去干嘛？他说我的同事都在一线，然后他们都很忙很累，我也是个护士，我想帮他们做点什么。我说你不担心自己肚子里宝宝吗？不担心自己的安全吗？他说这个时候医院需要我应该也跟他们同在，跟他们在一起，这样大家一起努力，共度难关。我觉得这个妈妈真的好伟大，好伟大。我当时就激动的哭了。我说你要什么需要的话，你跟我说，我一定会准时准点把你送到你上班的地方。就是说，在这短短的半个月之内，在你这个小小的车厢里，你所感受到的那种充盈在整个车厢里面的那种人性的那种光辉和温暖，你是几乎每天都能够感觉得到的，每天都能够被感。我刚才说的3件事情是在3个小时之内发生的。哇！就瞬间，我30多岁的人就瞬间被感动的不行，真的。当时他下车的时候，我就当时已经没忍住这样子的。所以说你看啊，这个我们还虽然没有直面他们这种伟大的这种善举，我们只听你说，我们内心其实就已经是起了波澜的。有波澜，真是太了不起了。那疫情结束之后，东东你最想做什么事情？好好的吃完热干面，想到处逛逛看电影啊，然后其实我最想的是能够好好的在家里陪陪我的宝宝，然后好好抱抱他这样子。哦，我们看到照片，您老去送别人，家里人也没陪啊。对，这几个月呀？5个多月。那你现在应该每天接触这种一线的医护人员，你应该也不敢回家了啊？回家
我回家，但是我是跟他们隔离的。然后每天早上我因为起得比较早嘛，5点半起床，我6点钟出门，然后晚上回来之后12点多了，然后很久没看到他了，这样子。有时候中午会回去嘛，但是我跟我家人都是3米之外的，所以就觉得很亏。有时候他是伸着手过来，就是咿咿呀呀，他不会说话嘛。想抱抱，他就是想抱抱。等他慢慢长大以后，他会觉得自己的爸爸非常非常了不起，是个英雄爸爸。对啊，伟大。您跟刚才您说那位怀孕的那个女士，其实是一个意思嘛。然后都是有家人，然后就是要舍家为大家。对，我们大家就想为社会，为现在的武汉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尽自己的最大的能力，让它好起来，这样子。了不起，了不起！我们知道东东现在在车上随时都会接单，他现在是把车停在路边，再跟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交流。我们不多耽误他的时间，他有可能现在马上要出发去接另外的医护人员了。谢谢你，东东，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这个安全。健健康康的好吗？谢谢。等一群过后之后，我们有个约定，我们请您还有您的孩子、您的太太一起到现场来看我们的节目吧。好，谢谢，好不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加油！拜拜，真棒！武汉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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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人家短短的3个小时啊，人性的这种温暖啊，这种光辉啊，太棒了。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位啊，这个医护人员的应援代表。大家都在武汉的各大医院门口啊，经常会看到一辆川 A 的牌照的汽车在送盒饭。就刚才维亚也说过，医生们现在吃东西吃的很简单的，他们很难得吃到一碗热饭。那汽车的主人呢，他没有防护服，经常就穿一件雨衣，然后大家都亲切叫她叫雨衣妹妹。我们接下来有请雨衣妹妹，欢迎，雨衣妹妹好。少女，大家好，你好，你好，雨衣来，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专业做盒饭的90后女孩。你是成都的嗦？对，成都的。成都女娃戴起口罩都觉得好好看哟，好漂亮哦！我跟你说，那个护目镜好炫呀，那个护目镜是不是？对，这是我的滑雪眼镜。我跟你说，成都女娃不管在啥子时候，总要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你看那个帽子的颜色哟，你看滑雪眼镜的颜色哟，只好看哦。哇，老师你太会说了，真的是搭配的好。哎，包括里面那个衣服那种翻翻的那个卷卷儿，妹妹你好好看哟。汪涵老师，你都不知道我这衣服都穿了10天了。穿了10天了，衣服已经穿了10天了。那您为什么要穿着雨衣来送盒饭呢？是这样子的，我没有专业的防护服、护目镜，但是我要到各个医院去送饭嘛，所以说我就只能靠雨衣、滑雪眼镜来保护自己，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别人嘛。您当时怎么想到要开车上1000公里，然后从四川跑到武汉去免费给医护人员做盒饭？我是2月1号的时候通过武汉市应急办了解到这边的1线医护人员很难吃上热饭热菜，然后2号我就下了通知，就让我的所有门店都免费给医护人员供餐。3号我就跟我的总经理一起，我们就带上了我们的团队，开车14个小时，差不多到了武汉这边。从成都出发到把热饭热菜送到医护人员手里，差不多也就40多个小时。那您现在是在那个后厨吗？后边有好多的菜啊。我现在是在我的餐厅里面，本来要进行初加工，初加工完了之后，我现在已经把装备穿好了，我待会儿还要去紫金医院给送饭呢。您到了武汉就开始做了一些什么？因为您要找一个做饭的地方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我在武汉本身是有门店的，武汉这边疫情比较严重嘛，对，然后再加上放假，所有的员工都回去了，没办法正常开启，所以说我作为餐饮的老板，就自己亲自跟总经理带队过来了。那现在大概有多少人在做这件事情？您的团队一共有多少人？团队操作接近是20个人，但是我们直接参与生产跟配送的差不多只有4个人。4个人，每天大概要配送多少份盒饭？每天我准备的盒饭是在400到600左右，但是现在因为大家都知道都有用餐需求，所以说这个份数在增加。但是我固定配送的话是200份。200份。固定配送是我自己要配送到医院去，每天定点的是200。我门店附近的医护人员他们
包括志愿者都可以直接到我自己门店来取来拿。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现在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缺肉。我第一批物资带过来，差不多是200多斤肉，2天就给我消耗掉了，肉是严重不够的。说到这个地方，我还要感谢咱们天天向上给我捐赠的猪肉。500斤啊！哇！我们的冠名商58同城也知道了这个雨衣妹妹的困难之后，立马就跟她取得了联系，紧急免费提供了300斤的猪肉，共同为一线的医护人员呢贡献一些力量。感谢这么有爱的我们的冠名商啊，58同城，解决大问题了吧？对，解决很大的问题了。运到了吗？现在还没有，已经联系上了，已经联系上了。好，对，也在积极的给我调配。未来如果再缺相应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物资的话，你就跟天天向上的团队联系，因为我们虽然自己不能到一线去、到前线去做相应的工作，但是我们起码可以在后方不断的去输送你们所需要的这些物资，也算是我们间接的在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现在这医护人员这些营养的问题，你们现在也会去问他们吗？比如说他们营养状况、吃的东西、蔬菜呀、瓜果呀。现在武汉这边物资非常的紧缺，但是因为到后面大家都知道我在免费的给医护人员做饭，然后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其实医院不缺吃的，食物是非常够的，但是就是缺热饭热菜。咱们人最基本的身体机能，它是需要吃饭、吃菜、吃肉的。对，所以说就是我每天就是想着花样去给他们弄好吃的，他们要吃饱吃好，才有精神去救人。是的，抵抗力也好。对。还有就是武汉啊，现在交通不是进行了吗？那你们现在是如何送餐的呢？我在我的车上做了一个牌子，就是医护人员保障用餐车，然后上面也有一个条幅，就是逆行驰援武汉。所以说大家都会给我放行，包括我们的交警叔叔，他都不会检查我，就直接挥手让我过，就大家都在为医护人员能够吃上热饭热菜的争分夺秒，非常的团结，非常的有爱。刚才东东在他的这样的一个义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过程当中，有很多让人感动和欣慰的事情。您有什么特别让您感动的？比如说看到那些医护人员捧到你们的这个热饭热菜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第一次进到医院把车开进去的时候，大家都是双手合十，很感激的。我们之间除了谢谢辛苦了，没有其他更多的语言。到后面的时候，就会有人去我的抖音啊，去我的微博里面给我鼓励，老板娘好样的，我支持你。甚至还有车主直接会把车窗打开给我竖个大拇指，这些都非常的温暖。真的，我们在武汉都非常的团结，特别的棒。我们其实也希望未来我们也能够记住这些小小的举动。其实这些小小的举动在疫情过后，我们依然可以给一些行业的朋友带来温暖。比如说平常开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交警，刮风下雨烈日炎炎，他们一直在那个地方站岗。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像他们一样，摇下车窗，对那些工作在道路当中吸着废气的，然后有噪音的那些交警也竖一个大拇指？对，他们都非常棒。其实我觉得这场疫情之后，我们会学会怎么去表达爱，向哪些人，或者是向所有的人去传递我们应有的这个温暖。对，是的，我们要加油啊！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雨衣妹妹的餐厅是了不起的中国餐厅。对，你那个行动可以跟我们的节目结合在一起。我们大概其实每个星期可以派一个主持人到那里去洗碗、切些菜什么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第一个报名到那去洗碗。必须走。对，必须走。没问题。我们也能够做一些事情，也谢谢我们的雨衣妹妹，谢谢。同样还是最后一句话啊。保护好自己。疫情过后，同样邀请你们来看《天天向上》，要不要得？要得嘛，投资人们说，谢谢，谢谢，加油！你看啊，程东我们看不到他的样子，雨衣妹妹我们也看不到她的样子，但是我们觉得这就是最美的中国脸。但是，好棒的。因为韩哥前两天我看一个新闻说，那个就是有好多护士，他们就是在那个防护服里头，防护服里头，对，然后一打开面罩，脸上全是那个褶，全是印儿，脸上勒出了很多那种淤青，很多的那对，然后手因为每天要消毒水泡，戴手套一直捂着出汗，对，然后但是那个一笑，然后底下人都说你笑起来真好看，这是最美的微笑。
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所以他们真的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我们有很多暖心的这个后援团，现在大家为了不给祖国添麻烦，我们很多人都是一直宅在家里啊。各位兄弟会在家里囤一些物资吗？大家都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吗？峰哥应该是囤膘吧？我不是，我刚看完那个雨衣妹妹的那个连线以后，我决定把我家里面囤的肉都捐给她。我家里面囤了挺多肉。把你的猪牵出来吧，你家养了几只猪啊？我没养猪，我囤的是一些牛肉，煎牛排，然后还有鱼排，然后一个人在家就不给大家添麻烦嘛，就自己营养又解决了，然后又方便。峰哥，你就是累积了这么多年的营养，1个多月缺少营养其实没事儿的，消耗不完啊。对，赫赫，你有囤吗？我囤了，我展示一下哈。我囤了很多哇，素食、自热火锅，对，还有餐巾纸、瓜果蔬菜，就是草莓。哇，这个草莓是因为我们这次疫情，就是很多农户他的水果是滞销的，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个助农，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那个助农的网站，把他们滞销的水果全都买到家里去。就是我本以为这次买东西会很不方便，但其实不是。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着。对，但是不就像有那样的一句话吗？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有很多人在为你负重前行；哪有什么井然有序，是有很多人在帮你维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秩序。但是要维持这个生活秩序，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好像我们要维持湖南卫视节目的播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样的啊。最近超市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就是买菜的大量都是男同志，因为一扛就要扛1个星期，甚至是半个月的货啊。他们因为平常很少买菜，大量打电话，这扁豆到底是圆的还是扁的还是方的呀？认真挑半天，回家有可能还要挨顿骂，买的东西不对。和面这些是在这儿吗？这个没了，对。这下回去肯定要被老婆骂了。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考我们天天兄弟这几个啊，是否会买菜？我们请听第一题：你的妈妈想吃一道凉拌西红柿，请问你应该买以下哪种番茄 ？A. 圆润的粉红色的西红柿 ，B. 有棱角的我没有见过。就是说这西红柿脾气不好是吧？吃进去还硌嘴。有棱角的粉红色的西红柿，有棱角的大红色的西红柿跟圆润的大红色的西红柿，请问要买哪一种？就是圆脸跟方脸的西红柿哈。然后咱们想想，应该是 A。王一宝说 A。峰哥呢 ？A。圆润的粉红色西红柿。西红柿啊，大张伟，你认为是哪一种西红柿？我认为西红柿是 D， 是圆润的大西红柿。因为我妈看见圆润的大西红柿，她高兴啊，说这儿子真会买东西。现在分成2波，一波是选 D， 一波是选 A。好，到底是哪一波呢？正确答案是王一波 A。王一波吗？圆润的粉红色的西红柿。粉红色为什么？因为害羞了吗？因为它不酸。对，如果要生吃番茄的话，应该买粉红色的西红柿，因为这种番茄呢酸味比较淡，生吃好吃。如果要吃熟的番茄呢，则要选择大红色的番茄，这种番茄呢味道更浓郁，烧汤的时候啊，那种汁儿啊可以被煮出来。接下来第2题，刚才是你妈妈要吃西红柿，接下来你爸爸觉得凭什么你妈妈要吃东西你就出去买？这个时候你爸爸想喝一道冬瓜汤，请问你会选择下列哪一种番茄？哪一种番茄？冬瓜要冬瓜就给买番茄。A. 没有白霜的冬瓜。B. 白霜很多且瓜瓤薄的冬瓜。C. 有白霜但瓜瓤比较厚的冬瓜。关键是他爸是什么？他爸是什么口味呢？喜欢这个？他爸喜欢吃瓤还是喜欢吃凉拌的还是熟的？王一宝选什么？对，因为好像在超市里看这种比较好像多一点。
王一博，你还去逛超市啊？小时候跟爸妈小时候，你看王一博的爸爸是喜欢吃冬瓜汤的啊，经常带他去超市看冬瓜。前锋，你的选择是？我的选择也是 C， 我也选 C， 因为 C 看上去就是汤里的那个冬瓜。你汤里面是这整条是不是？我直接拿那个端着那冬瓜喝汤，端着那冬瓜，在冬瓜里面炖汤。来，高架桥选 C。哎呦，大刘，难得的统一，4个人都选 C， 正确答案是。B 是白霜多且瓜瓤薄的冬瓜。冬瓜身上是否有一层白霜呢？是辨别冬瓜质量好坏的一个标准。首先看冬瓜表面的白霜程度，白霜越多越完整。所以大张伟家里的腻子啊，可以给冬瓜打一打啊，有白霜。同时切开冬瓜以后呢，就要看它的瓜瓤的厚度，太厚的口感不好。如果冬瓜肉有纹儿，而且呢瓜身比较轻巧，就不要购买了，因为肉质有花纹呢是瓜肉啊比较松，瓜身很轻呢，也说明此瓜变质，味道也不大好。武汉封城以后呢，除了急需的这个医疗救护资源之后，湖北武汉的这些同胞吃喝冷暖也是牵动着全国亿万人民的心。全国各地呢，近来是纷纷行动起来啊！来自重庆啊、山东啊、安徽啊、广西等地的爱心菜也是源源不断的往武汉聚集。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的是生活物资的应援队。生活物资应援队由来自四川石帮农村代表潘大树、云南河口县村民代表潘海金组成。先请潘大树上线。大树你好，哇，帅气的啊！你好，大树哥。你好，各位主持人好，对，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我们的四川省石帮市狮谷镇的一位新兴职业农民，同时呢，我也是一位婚礼主持人。嚯，主持人，同行，天下的喜鹊叫喳喳，地下的新人要成家啊！成家，对，对，大叔，你这是在哪儿呢？我这是在我的家里后面搞了一层布。哦，那是个布啊，那是个布啊，背景。哦，你还搞了个背景墙。大树这一次呢，组织了很多农户向武汉市捐赠了50吨的这样的一个蔬菜，自发的和政府啊一起啊捐助这些蔬菜。预计呢，十方大约会有300吨左右的蔬菜呢会运到这个武汉。你们当时怎么想的要捐赠这样的一个蔬菜？因为当时想的都是防护用品嘛，对不对？对，年前的时候我知道武汉有这个疫情，但是一直不知道它的严重性。就是8月30，我在赶场的时候吧，我都看街上有很多人买衣服嘛，这些。到了初1和初3，我和我老婆打算出去玩2天的。但是初1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街上没有人呐，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后来我看新闻，我才意识到武汉这次疫情的这个严重性。对，我就到我的地里去录了一个视频，因为我知道武汉封城了吧，我自己是个菜农，自己本来就有菜。再加上2008年吧，我们的石帮地区也是一个重灾区，我们这里的好多人民都是从废墟里爬出来的，都是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关心，我们才有了现在我们住的这些新房子啊。所以说我是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态，我就录了一个视频，我就说我有菜，我想支援我们的武汉人民。大家好，我是大树哥，我跟我哥还有张老板还有二哥已经商量好了，打算免费支援武汉人民10万斤萝卜和上海青，就是这个东西啊。对，你只要找我，我就会让你有菜吃。整个的捐赠过程当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处处都是困难，因为之前想法很简单，我有菜啊，要是我能找到车子的话，就把这个菜运到武汉给武汉人民。其实有很多事情不是很如意的啊，那当然，特别是收割菜的时候太麻烦了。第一天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还有我们当地的村民，以及呢就是我们物流公司他们的这些员工，都是跑到菜地里去割菜，因为这个上海青它是很难收割的那一种。对，第一天人多，我就意识到这个没办法，一时半会儿可能割不起来啊，那怎么办呢？我就在网上发了一个视频啊，有没有志愿者过来帮我们武汉人民割菜的？然后带上你们的小刀。然后到我们的现场来割这个菜就大概有400-500人来到我们的现场。上海青啊，包括这些菜啊，它的这个菜比较矮，就是你又不能够机器采摘，就只能人工的。
你要弄不好的话呢，那些叶子就被你弄断了，也可惜了的。所以它的确很难，而且要弯着腰蹲在那里，长时间的话，这个很辛苦的。是叔叔阿姨们真是感谢他们啊！这些志愿者他们真的非常的伟大。50吨菜呀，这怎么运过去的？我开了一个直播，我就说，有没有愿意就是加入到我们这个支援武汉行动当中的这些好心的大哥大姐们来？其实呢，当时呢就有很多的像广州的、湖南的、新疆的，哎呀，反正到处都有，全国各地都有这些货车师傅吧，都愿意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为武汉人民助力加油，都愿意把货车开过来。但是我就想了一下，主要是有些地方太远了。我们石坊有一家物流公司，一个老板给我打电话，第一次我还不相信他，第二次的时候他给我打了电话，后来我想了一下，他是蛮有这个实力的我就跟他确定了，把这个事情确定下来，他来出这个车，我来出这个菜，咱们就一起把这个事情给办成了，为我们的武汉人民助力加油。一共多少车？11车，11车，11大11车，13米长的、17米长的那大拖车都有，绵薄之地吧。其实这11车当中还有很多我们这边的当地农民、新兴职业农民，隔壁镇上的，他们听说大叔在捐菜都把菜拉过来，管他3721的，都往这个车上装上去就行了。他们说只要是那个武汉人民的，他们就把这些菜全部拿过来装到我们之前调配好的车上。大家看这个照片。对，这个是绵阳的物流公司，后面还有陆陆续续很多物流公司都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动当中来，为我们的武汉人民送上资源。了不起，感动！11大车，全部都是肩扛手提的，把它给弄好，然后1公里这么跑，而且卡车司机那个时候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你要逆向而行往里面开进去，那不是说一句话的事儿那是要真正的把自己的这个健康的生命往那个地方去推送，这背后要有多大的力量，多大的一个信心。他们真的是很伟大，像这些司机现在我们石坊地区这样可以开大车的司机基本上全部被隔离了，他们回来要隔离15天。对，他们给我打电话，他们说想见自己的老婆，想见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们不能回去，因为这个大局为重，他们现在都被隔离，有些都搬到山上去隔离去了。找机会在你们的群里面替我们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敬意。谢谢您大叔，谢谢。谢谢。我们在这里要谢谢大叔每一位普通的人都在做着普通的事情，但是看上去普通的事情，我们汇聚在一起，它的力量就是巨大的。我相信这些普通的事情跟每一个普通人的奉献，最终汇聚的众志成城的力量，一定会又出现中国的奇迹。我们大家一定会能够很好的、很快的去战胜这样的一个疫情。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云录制的是云南93户脱贫村应援的故事。我们首先有请潘组长来上线，有请。阿金你好。大家好，我是云南河口瑶池市县脱脱小组组长韩海金。您好。海金你好。你好，海金。您穿的是你们的民族服装吧？好帅哦。对，瑶族服装，在祖国的边境上，也在关心我们的疫情。这一次为疫情，你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应援？脱脱小组93户村民捐赠香蕉，累计22吨，累计22吨。22吨香蕉，22吨。对，22吨。我们知道香蕉是真正的很让人开心的一种水果，而且运动过后呢，吃香蕉其实是特别补充这个能量的。是的，对，补钾。对，补钾。钾元素。对。那像这么多的香蕉，你们是怎么运过去的呢？我们每家每户都是自己砍自己的，从山上骑摩托车一点一点从山上运到公路边。我可以去运香蕉去了。学这种哇！装那个车，装到挂车上，就装了24个小时，就是包括打到装、打包，全部要了24个小时。整个捐赠过程顺利吗？也不太顺利，因为我们这边骑摩托的都是小路很狭窄，然后一车摩托车拉的都是100公斤左右嘛，山上拿下来的时候也非常困难。村民已经积极砍香蕉，砍得差不多够了，然后货车又没找到，后面就有一个山东师傅，他也是送货来到我们这边的，他也是一名老打员，也是一名老兵，然后当时他爹也是在武汉当兵，
然后他就打电话给他爹，他爹说必须要拉，车趟或者是救援物资，他爹必须要拉，这样说，然后他就来跟我们送车趟到湖北。你想想看，他那个摩托车啊，一次也就是100公斤，22吨，得拉多少趟啊？来，聪明如前锋的钱老师，你算一下。啊？什么？一车100公斤，一共是22吨，请问一共拉了多少车？一吨多少斤啊？1吨1000公斤。1000公斤。一车200斤吧？200斤，那就是5车1000斤。5车1000斤。哇！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啊，这个坡头小组呢，有一半都是2008年刚刚脱贫的农民朋友。香蕉呢是整个村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那这次捐赠的这个价值是咱们收入大概多少？应该是我们村小组大半个月的收入吧。大半个月的收入，全部都捐赠出去。但是对我们生活没有影响。太好了，你说着说着，我们都想吃这个香蕉了。等这个疫情好了以后，我们上您那儿去采购一点。可以，欢迎。我们也要号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到时候想吃好吃的香蕉的话，跟海金直接联系。我这边今天来了一位村民代表，为这次抗击疫情加油打气。好啊，好，来有请他。这是捐赠香蕉，这位郑斌他捐了1000公斤，1000，郑卫东捐了800公斤，800。盘杰捐了800公斤，郑芳捐了600公斤，郑瑞捐了560公斤，郑香香捐了520公斤，韩丽梅捐了500公斤。请问前锋一共捐了多少公斤？1000，不，1000的公斤就是1000公斤，这个女孩又去3000了啊！对，好多千公斤，辛苦了，辛苦，谢谢大家，辛苦你们了，谢谢。我们老百姓村民代表要为武汉加油打气。好，加油！500、800，这一个个的数字背后，其实就承载着来自于4面8方关心武汉人们他们心里的这一份沉甸甸的爱。我们非常非常感谢这些数字背后的每一个朋友。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最有力的应援，就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火神山、雷神山2座医院的建设副总指挥、现场总协调魏德胜。我们有请。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雷神山医院的现场跟大家连线，大概花了多少天？10天时间，2年压缩到10天，把现场当作战场，只能胜利不能失败。每1分钟的提前都将为2000多名患者提前1分钟让他们住进医院。中国幸福。民间公告高峰之后有1亿多人，都取了名字。宋知道我们对宋高宗对白居易，我不知道这个一博兄弟看到这个蓝忘机以后有什么感想？一博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呆若木鸡。你听到有蓝忘机这个名字，你有什么感受？58同城天天向上，待会儿见。58同城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58同城独家冠名的天天向上。58同城现已开通视频面试功能，找工作上58同城。哇！欢迎！魏总您好，魏老师好，天天向上的兄弟们好。你好，我现在站在雷神山医院的现场跟大家连线，我背后就是新建成的雷神山医院。7病区、9病区、11病区
像这样的病区一共有30个，30个这样的病区。那您在工地上待了多久了？我在这里已经20天了。像我这一个行头装扮，大家看到帅不帅？帅，帅气，一直穿着这一个行头在工地上工作。工地旁边给我开了一个招待所，这个招待所呢也是住得少，空得多。像我这样20天昼夜奋斗在现场的兄弟们比比皆是，他们一样昼夜兼程在这里辛勤的工作。特别是我们一些女工啊，在现场特别不容易，条件很艰苦，他们也是同样跟男生一样奋斗在现场。他说到这所有的这种兄弟啊，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是兄弟就得一起上。那么这20多天，您估计一下，您自己大概睡了多长时间？1天2到3个小时。只睡这么少？1天2到3个小时。哎呀，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啊，一定要保重身体，尽可能的保证睡眠。所以说我们听到说什么2班倒、3班倒，几乎反正这大家就全身心的扑在那儿了，他有一个力量在支撑着你们啊。那作为项目的副总指挥，这个压力有多大？您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压力大的时候啊，有时就想天黑了不要再亮，自己就不想再醒来去指挥这场战争。但是那一个瞬间的念头，立马就会过去。这个压力来自于哪里呢？遵令于3岛，接受武汉市委市政府的指令以后啊，我们把现场当作战场，这是必须胜利的一场战争，我们只能胜利不能失败。我突然间感觉到了一种真实的力量，刚才一拳直接打在我的胸口上了。刚才魏总说他压力大的时候，他真实的说出了自己的一个念头，就是天黑了不要再亮，他实在是起不来了。20天每天睡2到3个小时，你想想看是一个什么概念？他已经没有了所谓的生物钟，他的生物钟就是他心里的那一颗太阳。胜利的时候，那一线曙光一直在照耀着他们，让他们的心里永远明亮。哇，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压力的第2方面呢，来自于疫情如火。这个武汉市的患者数量啊，每天都在飙升，很多病人这一个一窗来求，他们哑巴巴的指望着我们这2所医院的建成，所以每1分钟的提前，都将为2000多名患者提前1分钟让他们住进医院得到了救治，这是来自压力的第2方面。第3方面呢，这个观众舆论，这个大家都知道，云监工啊，高峰时候有1亿多人，有国内的、国外的，他们在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所以我们这个压力山大，与时间赛跑，与疫情赛跑，我们这一个全力以赴，这个争分夺秒的在抢建这一所医院。所以你看，火神山、雷神山对于他们来说是压力山，压力山大，真的是压力山。我们经常会说一些脱口而出的句子，但是我们并没有了解到这个句子背后它的这种强大的推动力。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但是在魏总他们心里面，有可能这句话完完全全就化为行动了，就是他们心里面有一种同理心，早争取1分钟。几千名病患就能早1分钟接受治疗，所谓命悬一线呢，就是这种压力。对的，我们面对的这一种压力啊，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每年都有1600多个工地在建筑，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工地像这样受到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所注目、所关注、所支持，在鼓励着我们，所以我们的压力也变成了动力。魏总，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雷神山的建筑面积大概有多少？就是将近8万平米。将近8万平米。如果是平常像这么大的一个工作量，大概要多长时间？按照您的经验，平常在中国呢，至少要2年以上的时间。这个我们呢，在80年代初创造了祖师文明的深圳速度，3天1层楼。3天1层楼。但是今年的春天，我们在火神山、雷神山创造了中国速度，让世界惊艳的注视我们，也刷新了世界
对中国、对我们中国建筑业、对中建三局的认知。你们这个大概花了多少天？您和您的兄弟们？10天时间。2年的时间，2年压缩到10天，你看2年的工作量，哇，超人，太伟大了，哇！中国速度，这个太厉害了。当然，这背后除了有魏总和他们的兄弟之外，还有大量的力量在支撑着所有的建筑材料、装修材料、上下水螺丝钉，然后卫生设备，所有的东西都是第一时间。是的，有千千万万的这一个全国的人民在支持着我们，大家众志成城，都是我们强大的后援团。你看，我们现在就知道众志成城到底有多大的力量了。平常2年，但是雷神山10天。10天。现场有多少工作人员？最多的时候一起在工作？平均的有18000多人，高峰期的时候我们有2万多人在现场同时作业。昼夜施工。说到这个云监工啊，网友们给工地上的很多设备啊都取了名字，您都知道吗？啊，好可爱。有宋徽宗，我们对，宋高宗，对，宋高宗，白居易，对，白居易。我不知道这个一博兄弟看到这个蓝忘机以后有什么感想？一博，你看，一博现在不是蓝忘机，一博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呆若木鸡。一博这个状态应该是卡机，他现在是卡机，一博卡了，卡机，一博卡了。对，我说一博你这么稳呢，我操，这画质太好了。啊，一博现在是贴了张照片在镜头前面吧？你走了啊，一博撤了啊。现在是屏保，对，屏幕保护。对，一博，你听到有蓝忘机这个名字，你有什么感受？我当时为什么不把那个挖掘机再很努力练习一下？因为之前在节目上就有练过挖掘机。如果我如果再努力的话，没准能去帮个忙。蓝忘机亲自去开蓝忘机，对，蓝忘机亲自去开蓝忘机。我们不耽误您更多的时间，哪怕您现在有时间去小睡15分钟，有可能都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心愿。谢谢您，魏总，也请您代表我们天天兄弟还有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去感谢您那些了不起的兄弟，谢谢您，谢谢您，魏总，谢谢兄弟，加油加油，谢谢，加油，谢谢。我也祝愿武汉、湖北。浩二，我们赶紧有请浩二，对，浩二哥，浩二，你好，你好，浩二哥，你认识我？大张伟你好，前锋不认识，前锋不认识，一博啊，一博，前锋，浩二哥好，浩二哥好，前锋吗？我认识的前锋没有那么胖的。我们见到浩二真的是开心极了，开心极了。浩二，我们前段时间在微博上面看到是有浩二捐赠13万个口罩捐献给一线的医护人员。这13万个口罩当时是怎么筹集到的？你怎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那个我看到这个疫情的情况呀，我心里怎么说呢，很难过嘛。然后呢，重庆那边也有外公外婆嘛，而且那个湖北那边也有不少的朋友，对我心里很担心嘛。后来呢，我在东京那边呢，有一个以前合作过的朋友啊，他那边能买到很多口罩，然后后来我跟他商量，把那个口罩能不能送到中国那边，然后后来他那边送出去了。对，浩二之前拍戏去过武汉吗？去过，以前去过，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拍戏呢大概1个礼拜左右，但是我吃过很多那个鸭脖子呀，蛇呀，对，武汉鸭小笼包呀，对，热干面呀，还有那个三鲜豆皮呀，三鲜豆皮。哦，豆皮。对，逛是没逛，吃了那么多东西。对，我吃了好多好吃的，幸亏没有变成那个像前锋那样的胖。大家都知道，武汉是一座非常非常美丽的城市啊，不仅是有美味的小吃、丰富的教育资源，武大有那个樱花，大家都知道，非常。对，你看。
谢谢韩哥，我跟壁纸一样。那个时候没有时间去看樱花呀，所以好了以后，我一定想去啊，一定想去。对。这次疫情当中呢，日本呢为中国是捐赠了很多很多的物资，而且在这个捐赠的物资上呢，都用心的写了一些很暖心的文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长。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前锋，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什么前锋，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就是大家在同一片天空下，一定要互帮互助。对，对啊。哈尔，您现在身在日本啊，可以非常近距离的感受到日本民众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所展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情谊吗？我在那个日本东京那边呀。赤道那边，在街头有一个小女孩在街上那个鞠躬，然后为中国募捐。还有我的那个出生的地方大阪有一条街很有名的，有一条街那个地方呢拉起了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的这个条幅。现在其实有很多日本的朋友也在关心着中国，关心着武汉这样的一个疫情，因为呢现在呢。很多日本朋友和我一样，很了解中国，很了解中国人的这个坚韧不拔的精神。再说现在两国人民的旅游方面的交流比较多嘛，对，是的，我在日本也经常会碰到中国的老百姓跟我打个招呼，他说都认识你，都认识我，你好呀。你怎么在这里呀？我说在东京拍戏呢。是吗？那好哥加油啊！很温暖。虽然在东京，但是感觉呢，像在中国一样的感觉，很温暖。不管在哪里，也能感受到这个中国人的热情很感动。哈尔现在最想对武汉人民说什么？现在很困难的时候嘛，还在琢磨还能做什么。然后呢，以后有机会的话，再为武汉做点事情吧。对，本来中国和日本是邻居的关系嘛，互相帮助，互相帮忙，彼此之间要多多关照。对，是，我们真的多多指教，我们一起努力对，就是我坚持就是胜利，中国加油，加油，武汉加油！加油武汉，加油中国！在这里要谢谢浩二，接下来的这个人，那么他会是谁呢？我们先买个关子。好，来了。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这次呢是因为旅行来到武汉，您在武汉的生活怎么样 ？I created a training program. I like to play ukulele.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58同城天天向上，待会儿见。58同城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58同城独家冠名的天天向上。58同城现已开通视频面试功能，找工作上58同城。接下来呢，又有一位国际友人，那么他会是谁呢？我们先买个关子。好，来了。来了。真的是。Do you know who I am? Yes. We know. You are Mr. Bean. Mr. Bean, nice to meet you. Hello, sir. How are you? I'm fine. Yes. Good. It's lovely to see you, sir. Glad to see you. 首先，请我们这位朋友自我介绍一下。My name is Nigel, and I'm a British actor from the UK. Cool. Wow. 唯一的这个憨豆先生钦定的他自己的一个模仿者，太像了。我们想问一下他什么时候发现自己长得特别像憨豆先生的 ？Was when I was 13 years old.
A lot of people said that I looked like an idol. And when I asked who that was, they said Mr. Bean. And I didn't like it that much at the time because I wanted to be an entertainer noticed for myself. So I'd walk around and sometimes people would say, "Is that your real nose?" And they would get it. And they would try and pull it off. Yes, when I went to a friend's birthday party, a little 7-year-old child would come up to me and he said a quote from one of Mr. Bean's films. He said, "When you went on holiday, you lost your suitcase, didn't you?" And I said, "Yes, but I found it now." And I looked at his face, it was golden. And I thought I must do this now so I could create love, laughter and happiness for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哇，他声音好像啊，他的声音特别像。他除了模仿憨豆先生之外呢，豆豆先生目前在英国 BBC 呢有自己的2档节目，还有自己的制作公司，应该也算是我们的同行啊。这次呢是因为旅行来到武汉，然后呢随着这个疫情的突发呢，他没有选择离开，他觉得和武汉的朋友在一起也是一种巨大的支持。 Well, I actually originally came to China as a tourist because I wanted to experience your very special Chinese Year celebration. And I was very lucky to be invited by a family in Shenzhen to go to their family gathering. But unfortunately, just before the family gathering, we learnt the news. So based on that, I thought that if I got on an aeroplane, I might actually contract the virus myself because of everybody breathing in the circulated air. But the main reason was because I didn't want to run the risk. If I had contracted the virus already, I could be taking that from Wuhan to Shenzhen, and that would be very selfish of me. 自我隔离，好大爱，自我隔离。 谢谢豆豆先生啊，谢谢他。那现在您在武汉的生活怎么样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I realized that as we were experiencing lockdown, I had to create some structure to my life. So I make videos, and I believe a healthy body is a healthy mind. So I created a training program. I like to play a guitar, a ukulele, and also read and draw. 那么我们在我们的连线最后呢，我们的豆豆先生想唱首歌送给武汉人民，为他们加油打气。Yeah, Teddy, come on. Lay Teddy down. Okay. First of all, I'd like to say is we are family. People in Wuhan with me. We are family. Brothers and sisters with me.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 are the reason why I'm in Wuhan.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ll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让我们再次向这些包括全国的朴实而伟大的建设者们致以我们发自内心的最崇高的敬意。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在一线为了生命而争分夺秒的应援者，你们用平凡的脊梁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役当中呢，全力以赴。也感谢无数的应援者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谢谢你们，每一个平凡的中国人，谢谢你们。习近平总书记说，打好这一场人民的战争呢，我们一定要树立信心，一定会胜利。有了这些可爱的人，我们相信雪融化后呢，这个春天将会变得更加的灿烂，更加的迷人。
再次感谢所有的朋友为了武汉所贡献出来的力量。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所有的人扔掉口罩欢呼的那一刻，我们会让全世界听到最响亮、最骄傲、最自豪的中国声音。天天向上，待会儿见。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58同城独家冠名的天天向上。58同城现已开通视频面试功能，找工作上58同城。是的，没错。感谢冠名商58同。个人。我们天天向上，散发的光，天天向上，乘风破浪，一起玩，温暖欢笑飞扬。我们天天向上，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来日方长。